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认定俄军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应该受到起诉。您对此如何解读？拜登政府单方面认定俄军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仅仅是属于政治审判，而不是司法审判。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是在拜登总统已经登上了访问欧洲的专机之后，才郑重其事地对外公布了这一份正式声明。这个也就意味着，美方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为这场俄乌冲突定性，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要为接下来的七国集团峰会与北约峰会提前定调，让接下来几场峰会围绕着这个基本调子在转。那么拜登政府为什么要急于定调呢？我个人认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美方想要改变以北约与七国集团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待这场俄乌冲突的态度，也就是要由当前的有限介入转变为进一步实质性的介入，甚至是全面介入。因为假如整个西方集团都跟在美国后面，将俄军在乌克兰的行为定性为犯了所谓的战争罪，那也就意味着西方国家的如意算盘是，不仅他们会在战后通过法律手段审判俄军，追究俄军的所谓战争罪的责任，而且意味着他们有道义责任去阻止这场战争，尤其是打赢这场战争。也就是说，美方的这一行为发出了一个对于俄罗斯来说非常不利的信号，即西方集团正在为军事介入这场冲突做着舆论、法律、政治与外交上的准备。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方做出这一决定前后，相关欧洲国家也蠢蠢欲动了。英国不仅决定再向乌克兰提供6000枚新的防御性导弹和超过3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而且有消息称，英国已经准备绕过北约，直接向乌克兰派遣军队，以阻止白俄罗斯对俄军的增援。瑞典国防大臣福尔特奎斯特兹表示，将再向乌克兰提供5000个反坦克火箭筒。德国国防部计划再度从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2000个火箭助推溜碳发射器。波兰则公开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正式提交有关在乌克兰执行国际维和任务的建议。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则赤裸裸地宣称，北约必须确保普京被打败。这个也就意味着，随着俄乌冲突陷入焦灼状态，西方国家集团直接军事介入乌克兰危机的企图已经是昭然若揭了。那您觉得美国总统拜登这次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与北约峰会，在外交层面又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拜登这次出访欧洲前专门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现在是事情发生变化的时候了，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且美国必须要领导它。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就是，鉴于乌克兰危机的发生，美国将会在这次七国集团与北约峰会上，跟盟友一道制定出一个新的由美国强势领导的世界秩序。大家知道，当今的世界秩序主要是二战后开罗宣言与雅尔塔会议的产物。这套世界秩序主管了这个世界长达70多年，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这次召开七国集团峰会与北约峰会的目的，就是要打散二战后的世界秩序，或者至少是要重组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使其更加符合西方的价值观念与利益。因此假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真的如愿以偿的话，那也就意味着这场乌克兰危机真的会给世界带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西方国家究竟会从哪几个方面来打散或是重组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呢？我认为，根据当前西方国家领导人陆陆续续的表态来看，他们的企图已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了。其一是在二战后，
作为二战发起国的两个国家，德国与日本，在国家权力上受到了一定的遏制，这本身就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在这次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已经准备让这两个国家，尤其是让日本全面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这就是最近日本国内修改和平宪法的声音重新抬头的原因。其二，在20国集团峰会即将召开前，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已经在讨论取消俄罗斯 G20 资格的问题。这次7国集团峰会与北约峰会极有可能会敲定这件事情。第三，美国与英国已经相继表态，将把俄罗斯排挤出联合国安理会，取消其常任理事国。而美英心目中属意的修补对象，极有可能是其铁杆盟友日本。如此一来，安理会的格局将会由现在的中俄对美英法的2:3，转变为美英法日对中国的4:1。当然了，这仅仅是美国及其盟友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要想达到这些目的，首先得要过得了俄罗斯这一关，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能不能利用这场乌克兰危机来达到彻底弱化俄罗斯的目的。其次，还要过得了国际社会这一关。当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已经表态，任何成员都没有权利开除其他国家的成员资格。俄罗斯不仅是 G20 的重要成员，而且中方支持普京出席 G20 会议。除此之外，据消息人士透露，目前的 G20 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巴西、南非等都不可能同意取消俄罗斯的成员国地位。这个也就意味着，这场俄乌危机不仅引爆了一场军事战，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战，而且一场激烈的外交战也正在进行当中。其中的第一个战场就是有关俄罗斯的 G20 成员国资格的问题。而在这场外交战当中，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将再度被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